今天咱们聊聊栀子花，先请大家观赏一下我家这一棵。今天早上发现它又开了一朵，清香扑鼻。园艺界有个很普遍的看法，就是栀子花挺难养的。我也是个养花的小白，其实，但是根据我这5年来的养这棵栀子花的一个经验来看，其实并不是很难，主要是要做到4点吧。我总结了一下，首先第一个就是阳光。我这个的栀子花的朝向呢是朝南的，这个窗户面朝的是南。但是因为就是说这个窗户不是很大嘛，所以一天到晚的话，这个阳光其实是有阴影的，不是说完全是暴晒的那种。那我觉得就是比较适合这棵栀子花，因为从辩证的角度来讲，就是阳光其实也不是越多越好的。有一年吧，我是想把它放在露天养，养了一两个星期。其实也是放在就是早上阳光的地方，早上9点多之前，的有阳光的地方，但是它那个就晒得不行，后来就叶子一片片的往下掉，完了我马上把它放在屋里养了一段，又缓过来了，所以它这个阳光就是最好是那种 dappled 的 sunshine，就是有阴影遮住的阳光。我这个的话呢，就是不是说太理想，因为是阴影的话，遮住的时候是这个实的，这个是墙。如果有那种就是在树荫下哈，树荫斑驳的阳光，早上9点钟之前让它晒那么1-2个小时，那就是挺好的。大家看一下哈，就说这个阳光晒多了会是什么后果？我这一侧的话，就是前段时间一直是朝外的，让它多接触阳光嘛，所以它这花苞就是蹭蹭蹭就冒出来了。但是完了之后，晒了一段时间，然后给大家选一片叶子看一看啊，就这片叶子有没有看到，就是有点变浅了，颜色变浅了，不是说特别翠绿，这个就是阳光晒太多了的一个结果。这个还算好了，因为我这边晒了差不多3个星期就把它转过来了。正常的叶子，最健康的叶子应该怎么样的？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应该是碧绿的，油光锃绿的。那像这片有点阳光有点太少了，这片太暗了，这片就是挺好的，这几片都挺好的。那这个第一点是阳光，第二点浇水。浇水的话，还是那句话，就见干见湿。但是这里头就有一个讲究，就是栀子花呢，它其实很怕旱的。它因为原来是在亚洲的一个亚热带地区，亚洲的南边吧，就是说像咱们浙江、福建那一带，甚至到广东哈。比较适合那边的天气状况，所以的话，那边的气候的话呢，都是湿润的，不是说会干到很干的那种地步。所以的话，见干见湿，千万不要让它干大发了，不要说像有的花卉一样子，就说见干，你得就说手指头插到土下面1寸多的地方干，它那才够干，但这个不行。这个的话，就是你表面差不多半厘米的土干了就得浇了。你看我这个的话，其实有一点点干了，但是现在还不算太干。但是到明天或后天，我可能就要浇水了。就表面出现那种灰白的一层干的土，就马上得浇水，否则的话，它那个特别是有花苞的时候，它那花苞就会往下掉。这个是浇水的一个情况。第3点就是很好理解了，就是不能让它太冷。0度以下是绝对要搬回室内的。然后它最好的生长的一个温度是差不多15度到25度吧。其实挺像我们室内的。所以栀子花就在又干又冷的加拿大的这个地区的话，其实是还是可以养好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咱们这室内，冬天会开暖气，夏天会开冷气，对吧？这个是室内的温度的话还是比较稳定的。还有就是施肥了，施肥我就一般用的那种适合室内花卉的水溶肥，
浇水的时候，撒几滴，按照说明撒几滴在里头就行了。一般我现在是浇水是大概1个星期左右嘛，那么就是1个星期左右施一次肥。但是施肥就是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是如果花苞盆大就已经是显色的话，就是必须停止施肥。那个意思就是说像这个花苞，就说这个已经显色了，这个就花苞出现这种颜色的话，就不要施肥了，因为在这个情况下施肥会促进这个植物的一个继续生长。继续生长的话，它就是会缩短这个开花的这个过程。因为生长的自然规律是开花，然后完了结果，然后再生枝长叶，对吧？它就是把这个开花的这个过程给加速了。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时不时给它喷点水。我觉得在加拿大这种很干旱的环境下吧，就是喷水应该还是有必要的。因为我们在室内养植物，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尽量的模仿它原来生长的一个环境。那么栀子花呢，原来是生长在就是说咱们江南那种地方，像浙江、福建那样子的地方。那样的地方的话，它这个气候就是比较温暖，但是又比较湿润的，不会出现很干的情况。所以在加拿大的话呢，就是说，尽量模仿那种环境的话，就喷点水雾还是有用的。但是喷水的话，就是要注意通风。我一般喷完水之后，就是会把窗户开那么个几分钟，就是说10几分钟那样子，这样子水就不会积在叶子的表面或花梗的底部。特别是花骨朵出来之后，那个花梗底部如果出现水的话，就是很容易落的。所以的话，我一般天气暖和的情况下，哈，就是喷了水会开窗几分钟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在冬天就是喷水就是要非常注意了，因为冬天的话，在加拿大就室外很冷嘛，那特别是室外如果到了0度或0度以下的话，你一开窗，这室内20来度，室外这么低，一下子形成一个反差。这种环境的话，就是我觉得会让植物处在一个很大的压力之下，它就可能出现一些应激反应，比如说落蕾啊，或者是掉叶子啊之类的。那么所以就在冬天的话，实在如果觉得太干的话，就稍微喷一点点水雾，千万不要让它出现叶面积水或者是花蕾的那个底部积水的情况。大家可能也注意到，我这里放了一杯水，这杯水是常年放在这儿的，这也是增加水润度的一种做法。因为夏天开空调，然后冬天开暖气，其实空气都是很干的。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，希望今天的视频对您有帮助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，我希望能收到您的点赞哦。谢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